靠别人永远没出息。人只有求助于自己，任何人都不可靠，世界上没有可靠的人，连你的父母，连你的儿女都不能靠，只有靠自己。如果自己不站起来，指望别人，依赖别人，永远是没有出息的人。2. 人的势力很正常。其实人与人的交往，人际事物的交流，势力是其常态。纯粹只讲道义，不顾势力，是非常的变态。物以稀为贵，此所以道义的绝对可贵了。3. 气度决定高度。每个人的气度、知识、范围、胸襟都不同。你要成大功、立大业，就要培养自己的气度，像大海那样大。4. 寂寞的享受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经验，当夜深人静时，一个人跑到高山顶上或大沙漠里，非常宁静，自己的眼泪就不晓得怎么会流下来。这不是悲伤，也不是喜欢，那是一种无比的宁静的舒服，身体每一部分都自然打开了，心里的痛苦、烦恼什么都没有了。就是古人所谓的空山夜雨，万籁无声，只听到空山里雨水拍打树叶的声音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那是寂寞的享受，不是钱财能够买得到的。5. 空灵才能自在。如果一个人的思想、气度不空灵，那就完了，等于拿个杯子在小坑的水里当船，永远动不了。有高远的、空灵的境界，才可以在这个人世间、这个宇宙里自由自在的飞，才能得到逍遥。6. 没有什么会一直拥有。凡是好的，大家都希望它不要变。像人类的感情，我们都希望爱和永浴，希望它不要变，年龄也希望不要变，永远青春等等。可见人永远都是那么愚蠢。如果我们懂了这个道理，知道天地间没有不变的事物，便是当然。不变，没有这回事。7. 成大事者必变通。功业见乎变。历史上的伟人，第一等智慧的领导者，晓得下一步是怎么变，便领导人家跟着变，永远站在变的前头。第二等人是应变，你变我也变，跟着变。第三等人是人家变了以后，他还站在原地不动，人家走过去了，他在后边骂，哥老子你变得那么快，我还没有准备你就先变了。8. 以信仰约束自己。我发现一个有思想信仰的人，他的成就绝对不同。一个人没有什么管到自己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是失败的开始。9. 生命的能量来自静。能源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静态来的，从空来的。为什么我们忙碌到夜里就要睡觉呢？因为人也需要静态，脑筋不休息是不行的。人的生命常常忘记了静，反而尽量用动态去消耗自己。10. 越是难，越要缓。有时候处理一件复杂困难的事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忽然自己的思想说这样做可以解决问题，这就是静态的作用。所以你要处理复杂困难的事，一定先要静下心来，什么都不想。你越想就越是把自己的脑子转了起来，所有的神经都转起来，最后不死疾病。11. 真正的修行是红尘练心。真正的修行不止在山上，也不止在庙里，更在社会中。要在修行中生活，在生活中修行。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，都要把你的修行融入到你的工作中，面对境界立事练性，对人练心。不要怕遇到为缘障碍，它可以历练你的心性，提高你的层次，增长你的智慧。12. 心态好，世界才会美好。凡事不要只考虑自己，要为对方考虑。只有去掉了自私、自利、自爱，你才能够自在。你怎样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。不要总是怨天尤人，不要总是挑别人的毛病，看别人不顺眼，不要总想去改变别人，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修好自己的心，一切境都会随心转。13. 所谓修行，修正自己。如果你以宽阔的胸怀容纳一切，包容一切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想不通的事。看一切人都是好人，看一切事都是好事，看一切境都是好境。能经常查找自己的缺点，能不断地去掉我执，
这就是修行，否则修什么呢？14. 读书是为做人，而不是谋生。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？传统中最正确的答案便是读书明理4个字。明理是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。如果要问中华民族，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再重复一句，是为了做人，而不是为了生活。15. 多跟有益自己的人交往，多跟人格成熟、品行可靠的人往来，帮忙你成长，急难的时候可靠。多和老年人往来，可以学很多经验学问。16. 忘记己恩，不忘人恩。施惠勿念，受恩莫忘。这2句话对我一生影响很深，都是佛家、儒家、道家的精神。帮忙了人家，好处给了人家，心里记都不要记，要丢掉。受恩，对人家一点好处，要永远记住。17. 知足即富。做人做事要留余地，好事便宜不要多占，多占会有麻烦的，所谓知足者富。18. 本分做人。知道自己的本分，也懂得时间和形势，尽本分之后听天命，做人做到这样，这才像一个人了。19. 按时作息才是人的生活。我们人身体上每天的气候，从夜里11时开始，一直到第2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，下午属于阴气。现在都市很多年轻人都是阳气不够，上午起来昏头昏脑，一点精神没有，到下午睡一个午觉起来，精神慢慢好了，到夜生活以来，精神越来越好，这些人都是阴气很盛。这个生活不叫夜生活，是鬼生活，昼夜颠倒的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20. 最好的交情。中国人讲交朋友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好朋友不是酒肉朋友，不是天天来往，平常很平淡。但这并不是说冷漠无情，朋友碰到困难或生病之类的事，他就来了。平常无所谓，也许眼睛看看就算打招呼了，可是有真热情。21. 做人大气才有人气。青年人要注意一点，如果要想做一番事业，应该知道财聚人散的道理，钞票都在你口袋里，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少了，没有真朋友了。财散则人聚，孟尝君就是这样，钞票撒得开，解决了别人的困难，自己的钱当然没有了，但是朋友多，人际关系多，有了苦难则有朋友帮忙。22. 处事的真谛。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于别人错了的责备人家时，不要像对自己那么严肃。这样处事做人，对长官也好，对同事也好，对部下也好，怨恨就少了。相反的，一个社会风气到了乱的时代，往往是对别人要求重，对自己要求轻，要求别人特别严格，原谅自己轻而易举。23. 人生就是一场假戏真做。人生如同一场戏，戏已经开场了，你就要演下去，但是你要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是在演戏。既要演好你的角色，又不要假戏当真。其实人间并不是我们的老家，众生只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，有什么可执着的，有什么可计较的？少说一句又能怎样？退一步又能怎样？24. 咽下这口气。有一个办法很简单，你做到的话，包你有用处。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赶快做个气功，把嘴巴一张，先吐一口气，再用鼻子吸一口气，咽下去，再说要不要发脾气。那真有气也。人生气时，硬是有一口气，不是假的。25. 不与好朋友共事。有些人可以同学，年轻做朋友蛮好，但没有办法和他同走一条道路，不一定能共事业。假如有一个事业，认为是好朋友，拉在一起做，往往后来朋友变成冤家，真不划算。26. 安于平淡最难得。有的安于逸乐，有的安于贫困，有的安于平淡。学问最难是平淡，安于平淡的人，什么事业都可以做。27. 帮忙别帮太多。中国乡下人有句老话，送人1斗米是恩人，
送人一担米是仇人。帮朋友的忙，正在他困难中救济一下，他永远感激，但帮助太多了，他永不满足。28. 贪求伤身。处富贵中时，不以养而伤害自己。相反的，在贫贱之间，不以利累行。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赚钱，可也不能过分的贪求。所谓人为财死，过分的贪求，过分的劳累，同样的会损害身体的健康而危及生命。29. 人劳易，任怨难。最难的是劳而不怨。大家常说做事要任怨，经验告诉我们任劳易，任怨难，多做点事累一点没有关系，做了事还挨骂，这就吃不消了。历史上做大事的人都是能任劳，还更能任怨，甚至要任天下之怨而不悔。30. 越喊穷越穷。人不要喊穷，喊穷的人是很贫贱相。人喊穷就是不知足，或者要不施时就舍不得拿出钱财来而喊穷。这么一喊，上天就把穷的磁场给他了，结果就越来越穷。那人要富贵，首先要知足，知足是一种成就相。对什么事情都要知足，慢慢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富贵，否则都会越来越穷。31. 为别人就是为自己。人人都以为为自己好，自己就会越来越好。殊不知，太为自己好的人，往往得不到福报，也就越来越差了。相反的，不为自己好，就想着为别人好，那上天反而不会亏待他，而他慢慢的就会变好起来。32. 不玩手段才是精明。有最高的诚恳，就是最成功的人。所以我常常告诉青年同学，不要玩花样玩手段。将来什么人成功呢？一个笨人，一个不玩手段，对人做事非常诚恳的人。这是天地的法则。33. 虚伪之人无好下场。以虚伪的手段处事觉得蛮好的，但是结果一定不会好，纵然好也是幸而免。可是幸而免是万分之一的事，这种赌博性的行为危险太大，是不划算的。34. 不如意才是人生。中国人有2句名言说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十有九书天下事，百无一可意中人。一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上，都想自己名声好，成就高，一路春风得意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一个真正有道的人，处在这个社会，常有很多的委屈、侮辱、痛苦，没有办法向人诉苦，只有自己挑起来。35. 最好的行孝。天下却有不是之父母，但修身先要行孝，而行孝不可以只是盲从。又能尽孝，又能巧妙地感化父母的过错，才是真正私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的深意。36. 没事业心才可怕。年轻人一生有没有事业不是问题，一生有没有事业心才是问题。虽然有事业心，不一定能够做得成事业，但是如果没有事业心，就如同已经被丢进自纸篓的考卷一样，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报废了。37. 苦难是好事。人类的历史中，凡是成大功、立大业、做大事的人，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。而自艰苦中站出来的人，才懂得世故人情。所以，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，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，多受一点曲折艰难，是件好事。真正要成大功、立大业、做大事的人，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。38. 放下但不放弃。各有各的因缘，各有各的福报。你执着什么，什么就会伤害你；你执着谁，谁就会让你伤心。一切都要看成如梦如幻，放下所有的妄念。但放下不是放弃，该做的还要去做，还要做好。39. 把人做好，把事做对。学问不是文学，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，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。至于学问，哪怕不认识一个字，也可能有学问。做人好，做事对，绝对的好，绝对的对，这就是学问。40.
君子不怨天尤人。人能够真正做到了为学问而学问，就不怨天不由人，就反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站不起来？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？是自己的学问、修养、做法种种的问题。自己痛切反省，自己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。拿现在的观念说，这种心理是绝对健康的心理，这样才是君子。41. 人不自欺，天下无敌。任何一个人一生只做了3件事便死去了：自欺、欺人、被人欺。人因为有自欺才会欺人，最后当然要被人欺。人不自骗，谁又能骗了你呢？换言之，人要自爱才能爱人，最后自然可被人爱。也可以说，人要自尊才能尊人，这样才能使人尊你。42. 固执己见，做不了大事。我们研究历史上一些成功和失败人物的性格，会发现很有趣的对比。有些人的性格喜欢接受别人更好的意见，不过能立刻改变，马上收回自己的意见，改用别人更好意见的人太少。刘邦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。而项羽对于自己的主意就绝对不会改变，绝对不接受别人的意见。43. 少吹牛皮，多做实事。古今中外，人类心里都是一样的，多半爱吹牛，很少见诸于事实，理想非常高，要在行动上做出来就很难。所以孔子说，真正的君子要少说空话，多做实在的事情。44. 相信世界的美好。不要动不动说夫妻是冤家，儿女是债主，也不要说金钱是毒蛇，人心是险恶。要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一面，善良的一面。45. 正命的活着。真正的修养，在动心忍性之间，能够确实检查出自己的错误，然后顺受其正。所受的一切遭遇，不怨天不尤人，不迁怒不贰过，这就是正命的活着。46. 做什么都有境界。一个人修道或者读书，一步有一步的不同境界。像一个学艺术的人，今天有了一个新的灵感，或者画一张画，特别有一种心得，就是有他的境界。一个做水泥工的，今天突然一砖头下去，用水泥一抹，特别平，心里头很舒服。原来这样气才好，这是他做水泥工时候的境界。47. 傲慢是一种自卑。我常说，傲慢的人，他根本就是自卑。不自卑的人不会傲慢，因为自卑的人晓得自己没有什么，又生怕你看我不起，故而傲慢。所以凡是傲慢的人都是可怜人，都有自卑感。因为有自卑感，反过来他就傲慢，他不懂人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48. 患得患失，皆因私欲。有些人连最基本的修养都没有，当他们拿不到功名权力的时候，就患得知，怕得不到而打主意，想办法爬上这一个位置。等到爬上了这个位置，权力抓在手里了，又患失之，怕失去了已经得到的权力。患得患失是说明私欲太大，没有真正伟大的思想、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目标，只为个人利害而计较。49. 负心多是读书人。据我这几十年经验，到现在更承认古人的2句话：仗义每从土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同情可怜他人的是穷人，穷人才会同情穷人，痛苦中人才会同情痛苦的人。土狗辈就是杀猪杀狗的，没读过什么书。知识分子知识高，自己思想解释就越多，不愿意做的时候，他会刻意加以解释。知识低的人不会解释，朋友吗？怎么不去？为朋友没有理由不去，因为他思想不复杂。50. 最高的境界是平凡。学问越高，思想越复杂。高学问而变成单纯专一的人，那是天下第一人，由高明而归于平凡。51. 不要以为加了个牛人的微信，就好像多了条厉害的人脉，你把人家当人脉，人家不过把你当头像。请记住，人脉不是能够帮到你的人，而是你能够帮到的人。52.
除了发小和同学，其他高质量的人际关系都一定是建立在能够价值互换的基础上。53，你能够进入更高级的圈子，并不是因为你和圈子里的某个人本来就是熟人，他带你进去，而是因为你经过了一段刻苦努力，在某一个领域做到了前20%，从而能够为更高级圈子里的人提供价值，也就是在他们眼里你是个有用的人。在与他们的价值互换中，你能够更加迅速地成长，从而不断进入更高级的圈子。54，这个时代，微信朋友圈才是你真在的名片。回想一下，有没有人你刚加他微信，翻他的朋友圈，立刻就觉得这个人好牛，以后能一直看他的朋友圈，感觉自己赚到了？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朋友圈也经营成他那样？55，称赞别人是我目前发现的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社交行为。请相信，你对别人的任何一句称赞或者贬损，最终都会传到对方耳朵里。如果你在小 A 面前称赞小 B， 小 A 把你的称赞告诉了小 B， 那么小 B 会同时对你和小 A 的印象加分。所以我们听到朋友被称赞，最好想办法把称赞传递给他哦。56，在背后称赞某人，被知道后效果比当面称赞更佳。57，送小礼物一定要送超过这类物品普遍价格的。比如我们买钱包，一般的心理价位是500以内，你直接送个1000块的，收礼物的人就会好开心，觉得你好大方。而如果你同样是花1000块送个手机，对方就会觉得你好小气，因为他觉得你送了个最低端的东西给他。58，别相信钱够花就好这句话，钱远比你想象的更重要，它甚至可以改变你的气质，让你更加外向，对自己更有信心。59，你口中的努力赚钱，其实潜台词是我要努力工作，做出成绩，然后通过加薪赚钱。本质上是努力工作，而不是努力赚钱。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思考过怎样赚钱，最笨的赚钱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卖给别人，而你却把它当成唯一的方法。60，请永远相信，不存在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又能够轻松赚钱的兼职。如果你看到了这种兼职，不要去试图分析它的合理性、可靠性，骗子的智商不一定比你低，直接忽视就可以了。61，线下讲座，听众超过30人的就不要去了，组织者和讲课的老师们各怀目的，总之没有一个人的目的是让你当场学到东西的。可能你最大的收获就是最后的那张合影可以发朋友圈。62，一起合伙创业，在你为公司干第一件之前，一定要把所有利益相关的东西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并签好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。千万不要因为信任2字就省去这些，万一公司做大了，这份信任很可能会毁掉你们的关系。能上网找到答案的问题，就不要去请教别人。大神们不喜欢回答这种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这样既浪费了他们的时间，又体现不出他们的价值。64，运动带来的绝对不只是健康。我发现一段时间不运动，甚至连运气都变差了，看事情也会更悲观。虽然我还不知道原因，但我相信这个一定能解释得通。65，看一个人不用看他说啥，看他的标准，成功的标准，消费的标准，交友的标准，做事的标准，这些标准构成了他的价值观。66，千万不要跟着小气的人一起创业，小气的人不仅仅是经济上不大方，而且极可能心胸狭窄。一个人是否小气，从很多小细节都看得出来，你一定能觉察到。不要觉得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做事习惯，没什么大不了。等遇到和你相关的事情时，你就知道有多憋屈了。67，你每天都要使用好几个小时的物品，为什么不尽量买个最好的？比如手机、电脑、床垫、枕头。68，请爱国，为国家的成就而自豪，不要做愤青，愤青越愤越穷，越穷越愤。69，写作和演讲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技能，除了自我提升之外，它还能够帮助你连接牛人，找更好的工作、朋友和恋人。其实不要试图做一个让每个人都喜欢的好人，我们没那么多精力，该对的对，不想理的就不理，该拉黑就拉黑。就像做生意需要筛选客户一样，
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时间和精力是高昂的成本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